霍十月，看着我。霍十月，你怎么不动啊？李音，你在干什么？我雇你是来演戏的。小少爷，正因为是演戏，想要取信于人，就得越逼真越好。你看看你这么一副视死如归的样子，怎么骗得过你家里人？小少爷，我提醒你一下，我扮演的角色是你女朋友。李音，你要敢碰到我，今天就死定了。小少爷这么凶，我好怕怕。李音，不会吧？霍家大名鼎鼎的小少爷竟然没谈过恋爱？闭嘴！我哥回来了，这样可以了吗？小少爷还可以握紧我的手，以防万一，请小少爷后续随机配合我。而且看在小少爷出手大方的份上，林英不介意小小牺牲一下。我是不是雇错人了？这个女人根本就是个妖精，明知道她是那种坏女人，我竟然……弟弟，小小年纪就开始学人搭讪了。她是那种坏女人，漂亮的不可方物的坏女人，完全符合我的要求。不好意思，没兴趣哈。你觉得我是陪酒小姐，所以雇我做女朋友，这算是新的搭讪方式？小弟弟，我对你的角色扮演没兴趣。10万，一天10万。好呀，都听你的，小少爷。演好你的角色，别起不该起的心思。你这种女人我见得多了，没有一点兴趣。还有，就算是演戏，你也给我把握好分寸，懂吗？懂，小少爷冰清玉洁，要为心上人守身如玉。我这种女人，万万不能玷污了您的高贵之躯。那既然一点都不难过，是因为习惯被刁难了吗？算你运气好，先见到的是我二哥，他一向最招女人喜欢，多半不会为难你。不过最近这半年，他有些阴晴不定的，听说是被一个女人欺骗了感情，被人家甩了，还一直在满世界找人呢。怎么有点熟悉？从来都是我二哥甩人，这还是第一个敢甩他的。那个女人最好祈祷自己别被我二哥找到，否则后果不是他能承受起的。是吧？不会吧？不可能吧？心事这么大，我倒霉到主动送上门了。李音，你搞什么？行了，别遮了，二哥不看。小四长大了，知道谈恋爱了，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女人，在外面玩玩就行，别随便带回家里。二哥，她才不是什么乱七八糟的女人呢，她是我未来的老婆，我要娶她。你要娶她，她也配。霍萧果然没变，还是这么目中无人。行了，我就当没看见，带她去你的住处，先别带进霍家。二哥，茵茵配与不配，我心里有数。你叫她什么？茵茵，她也配叫这个名字？让她抬起头，给我瞧瞧。二哥，你不是说不看的吗？这可是我女儿。抬起头。茵茵，和我二哥打个招呼。真淘气。他好凶，快点让他走。别动，二哥，茵茵现在害羞，也确实不太方便，要不你先回去，等明天我再正式带她见。人家好怕。二哥，我女朋友胆小，你吓到她了。是我不好，吓到她了。
既然你认定了他，都到了家门口，夜里还下着雨，那就留他一晚上吧。二哥，你不回家吗？我想起来还有事情没有处理，今夜就不回来了。车技也烂，哪哪都烂。你说什么？干嘛呀，小少爷？你还有没有羞耻心？李音，你怎么敢的？小少爷，你二哥叫什么名字？你问这个做什么？我二哥正对前女友念念不忘，你打他主意没用的。对前女友念念不忘，要是被他发现我就是那个甩了他的女人，我一定会死无葬身之地，是叫霍霄对吧？李音，别忘记了你的身份。就算我二哥以前换女人如换衣裳，也不代表他不挑，他不可能看上你这种身份的女人。好了，别擦了，再擦就破皮了。还不是你！小少爷，你的这桩交易我不做了，今夜这场戏就算我免费出演，后面你换人吧。你说什么？还要麻烦小少爷送我一程。不行，你今晚必须留宿。小少爷，这恐怕不行。李音，你以为你有的选择，觉得进展顺利就想坐地起价？你这种女人果然没有一点底线，说什么免费，明明就是想要更多。我没有。行了，一天25，不是钱的事儿。50万。50万？霍霄已经走了，今夜不会回来。只要我躲得快，帮小少爷追到心上人，就立马消失。小少爷，可以日结吗？李音，你还真是贪心，胃口这么大也不怕撑死。你最好值这个价。还有，除了必要的演戏，私下和我保持距离，再敢不经允许占我便宜，你这50万1分也别想拿到。这不会是你的初吻吧？闭嘴！霍时月，你弄疼我了，放手，我自己能走。自己走？你打算顶着这副狼狈的样子，去让整个霍家看我的笑话吗？你干什么？放下来！闭嘴，抱紧我。李小姐，你长得好漂亮，一点也不输那些当红明星。你是四少爷第一个带回家的女朋友，肯定是他的初恋。毕竟连我都舍不得让他受一点委屈，谁要是不长眼惹他不高兴，后果自负。十月，别这样，大家也是一片好心，我只是淋了雨，有些累了。好，听你的，去楼上泡个热水澡，我让厨房给你熬姜汤。这架势，我怎么觉得自己那么像古代祸国殃民的妖妃呢？衣服放在那里就好，你先出去吧。宝宝，好久不见。是霍霄，他还是认出我了。我们分手了？什么时候的事？我根本没有同意过。分手只需要告知，不需要经过对方同意。宝宝，你这么狠心，我真的很生气。分开了193天，你就一点不想我吗？我不，帅哥，谈个恋爱吗？好啊。一巴掌够吗？要不要再打一巴掌？霍霄，你疯够了没有？你认清楚，我不仅是你的前女友，更是你弟弟的女朋友。说不准，我未来还要叫你一声二哥。所以，霍霄，到此为止吧。为什么？我需要一个解释，你欠我一个解释。你不也没有解释，当初那个服务生穷小子怎么变成了霍家二爷？你拉黑我，单方面分手断联，就因为我的身份。肖哥，您要不要先挑一个？不了，没兴趣，要手难得。肖哥这是入戏太深了啊！还得是肖哥，伪装成穷小子也能让黎英那女人爱得死去活来，甚至愿意出钱养着。黎英要是知道他给肖哥的那点钱，连肖哥的一口酒都买不起，不知道是什么表情。现在下定论还早，他还没答应嫁给肖哥呢。肖哥，你真要在生日当日和他求婚？做戏而已，又不可能真的娶她。拜金女最会伪装，她要是愿意嫁，我才算赢了赌约。肖哥，你不会对黎英真动了感情吧？就她这种女人也配？我只是还没腻，那女人表面温柔，实际上就是块冰，非要老子当狗一样哄。肖哥什么时候腻了，提前告诉兄弟一声，我也行啊。谁有想法，现在和我说。醒了，宝宝，回答我，我是装穷不是装富，你不应该高兴吗？还是说有人和你说了什么不该说的？你指的是什么？夹杂着欺骗的感情，从一开始就是有瑕疵的。既然走不到最后，就该及时止损。对你来说，我只是一个瑕疵品。二爷，有没有听过一句话？
什么？合格的前任就该像死了一样。多谢二爷当初屈尊降贵，陪我玩了一场恋爱游戏，我玩得很开心，也希望二爷您不要玩不起。好啊，倒是我玩不起了。和我弟弟分手。小四年纪小，对你只是一时新鲜，你们不是一路人，你对他也该及时止损。宝宝，我弟弟和我不一样，你不该招惹他。霍家的门，你靠他进不了，他护不住你的。剥掉穷小子的羊皮，这副凶残的狼样才是真实的你。那就等什么时候护不住，我什么时候分手好了。我相信不管发生什么，他都不会伤害我，就不劳二爷操心了。和老子谈的时候，怎么不见你这么乖？宝宝，他那种愣头小子有什么好？能有我懂得伺候你吗？怎么，二爷这是要撬弟弟墙角？被撬墙角的明明是我，你先是我的女朋友，再是他的女朋友。宝宝，你当初扒光我，将我丢在大街上，我哪里还有脸要呢？茵茵，你洗好了吗？想跑，宝宝，你说要是小四撞见我们这样，会不会和你分手？如果我告诉小四你故意勾引我，你说他是信我这个二狗，还是信你？月哥，你要是找不到合适的人选，我可以帮忙。我表妹那丫头一听，缠着我说愿意免费帮忙，她照片我发你了，考虑一下。我去夜色挑了个人，目前进展顺利。我二哥已经见了他，表现得非常讨厌他。二爷那人什么女人没见过，肯定一眼瞧出了对方不是什么正经女人，不可能。咱老四纯着呢，不管是初吻还是初夜，只会给人家校花留着。我的初吻竟然被那个女人给抢了，想起来就来气。校花也是，月哥都告白99次了，他怎么就一直不愿意？换我早就不追了，哪会像月哥还花费这么多的心思，哪怕是块石头也该捂热了啊！人越是出身贫苦，越是自尊心强。他和老四身份差距太大，拒绝交往也是情有可原。老四欣赏的不就是他这点吗？不过也需要确认他喜不喜欢老四。明天老四带雇的女人过来学校，看看他什么反应，免得襄王有意神女无心，白白做了无用功。如果你真的不喜欢我，那我做的这一切还有意义吗？林一直在里面吗？是黎小姐没有出来，一直在里面，只是说。只是刚刚我好像见到二少爷，他进了黎小姐所在的房间。你说什么？二哥回来了，他还进了黎茵的房间。黎茵，你哥哥，二爷他突然闯进去，差点把人家看光了。人家吓坏了，要你抱抱才能好。二哥，你看起来不太舒服，需要叫医生吗？用不着，我没事。二哥，你不是有事走了吗？怎么突然回来了？还吓到了依依。半路接到电话，事情处理好了就回来了。喝酒了有点头晕，一时忘记你带了女朋友回来，不小心走错了门。依依，你也听到了，二哥不是故意的，我们就原谅他这次，好不好？好，只是我要二爷保证，不许再有下次了。二哥，不会再有下次了，对吧？二哥，不会再有下次了。才怪，男人的嘴骗人的鬼。二哥，你的肩膀是不是受伤了？之前倒车太急，撞到了路灯，磕到了。二哥，就你的开车水平，竟然出现这种低级失误，我真该拿手机录下来，发到兄弟群里。哥哥，我有点困了，先进屋睡觉吧。那二哥，我们就先进房间。呀，瞧我，突然想起来有个东西忘记带了，趁着二爷在，不如先找二爷借。借什么？哎呀，哥哥，我开不了口，你去找二爷借。就是不知道合不合适，不然还是差人去买。
哥哥，你掐我干嘛？我也是为你考虑。别说了，别说了。之前话的真直，二哥越生气，说明他越讨厌李茵。二哥，茵茵一向这么直接，我就喜欢他这一点。等一下，只有一张床，总不能真让他睡我旁边。虽然是为了演戏，但这女人……等一下，小四，今晚能不能让他住客房？我突然想起来，有事和你商量。哦，那好吧。不行，哥哥，我对这里陌生，一个人睡会害怕。茵茵乖，不怕不怕。就怕，人家不要和你分开睡嘛。二哥，你先进去，我哄好他就来。差不多行了，今夜到此为止。你演的不错，我二哥讨厌死你了，连让你进我房门都不准。谢谢夸奖啊，小少爷，你演的也不错。加个好友吧，方便随时联系，随时转账。你还真是爱钱，满脑子都是钱。这世上谁不爱钱呢？再爱钱，一般人也不会出卖身体和自尊。其实我不是，他不会放过我的。你不是什么？没什么，小少爷批判的对，我这种自甘堕落的女人真是糟糕透了。小少爷，别回头，二爷在后面。小少爷，想不想你二哥更加讨厌我一点？李茵，我警告过你。借位啊，笨蛋！我们在谈恋爱，肯定要吻得难分难舍。这么害羞，是很难追到女孩子的哦。闭嘴！小少爷，假装接吻是不够的，最好留下一点真实的印记。什么？为了你的心上人，忍一忍。行了吗？行了，有了这个，二爷就不会怀疑了。我知道小少爷被我这种人碰肯定会很膈应，辛苦回去再冲一遍澡，冲掉我的口水。你只此一次，下不为例。李小姐，您现在要休息吗？庄园客房多，您可以挑选入住，或者您有什么喜欢的风格，我也可以找人布置，都可以，我不挑的，麻烦你们了。结束了。二哥，是你啊！你吓我一跳，怎么不开灯啊？二哥，你问的也太直接了吧？你们都要问我借了，我还能不直接吗？那个茵茵她……你少念她的名字！二哥，你这么讨厌我女朋友啊？二哥，你没事吧？滚蛋！老子好得很。我的意思是，这是你第一次恋爱，万一会对下一次恋爱造成影响。二哥，你想太多了，我都19了。放心，你弟弟我身体好得很。谁要摊上离音，你和他怎么开始的？二哥，你别对他有偏见，反正他真的很特别，我好爱他。二哥，你不是说不要留恋前任，要向前看吗？她不是前女友，我和她没有分手，她还是我女朋友。二哥这反应，绝对是被带女朋友的事刺激到了，竟然还在自欺欺人。好，她还是你女朋友。等以后找到她，我倒要好好瞧瞧，她到底是个怎样的天仙，能让二哥浪子回头，为她学会收心。谁他妈回头了？为一个无情无义的女人收心，她哪里配？对了，二哥，你刚说找我商量什么正事？小四，你第一次谈恋爱，我本来不该打击你，可是你这个女朋友，或许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美好。二哥，茵茵是不完美，那我们呢？我们就很完美吗？茵儿是什么人，我心中有数。她请二哥看在我的份上，尽量容忍她一段时间。等你们忍不了的时候，我的目的就达到了。二哥，我可以理解你因为被前女友甩，又一直找不到对方，心态发生了，说不定开始和三哥一样，对所有女人产生排斥心。霍时月，你跟我再解释最后一遍，我没有被甩，没有，老子心态也没问题，追老子的女人那么多，不缺她一个。行了，你先睡吧，我出去接下你三哥电话。二哥，你又影响到我做实验了。
老三，我找到他了。哦，那恭喜，我可以解脱了。是甩了你的那个。怎么你们一个个都觉得我是被甩了？不是被甩，你一直发什么疯？既然人找到了，就让他管好你，别再影响我。让他管我，他凭什么？我找他不过是想让他知道他惹错了人。先别挂，你和我说说，上个月底怎么回事？倒霉撞上前男友的苦闷，果然得靠金钱的。小少爷大气，如果小少爷能够备注一下自愿赠与，那就更好了。麻烦就这点小钱，我还会找你要不成？小少爷可是金圈太子爷，当然不会这么没品。都怪我这人爱钱，不备注没有安全感。拜托拜托，小少爷你就大发慈悲，满足我这小小的要求吧，比心。明天起早点陪我去一趟学校。遵命，小少爷。宝宝，你真是狠心啊！李小姐，这边请。虽然是人渣，但这副皮相确实没得挑。二爷，你先下去，我带他过去。是二爷。宝宝，你看起来有点怕我。我当然怕啊！二爷这么暧昧叫我，让我男朋友听见了，我怎么和他解释清楚？可是从前你明明最喜欢我这么叫。二爷一直活在从前吗？这款香水好闻吗？小四让你穿校服你就穿校服，明明你不喜欢这类衣服，哪像我求你都不一定肯。没办法，谁让你这个前男友年纪大呢？不像霍时月，他比我还小2岁，我当然乐意穿的年轻，好和他更般配。我加你好友，你是不是没看见？看见了。看见了为什么不通过？二爷，还请自重。你这样对我，我男朋友看见了是会误会的。你就这么在乎小四，就像当初在乎我一样。那么林一，你会像甩了我一样甩了他吗？二哥，你在做什么？二哥，不是说好了不要为难茵茵的吗？哥哥，你去哪里了呀？一晚上没见，我好想你，你想不想我？我不知道做错了什么，二爷那么讨厌我，刚刚力令我和你分手，怎么办啊，哥哥？他竟然敢打二哥，他是不是疯了？二哥，这不能全怪茵茵，他也是太爱我了，不要和他一般计较。回头我让他给你道歉，或者我代替他让你打回去也行。那什么，二哥，你吃早餐吧，我们先走一步。李印，你知不知道自己闯了多大的祸？你怎么敢打我二哥的？打算手了而已，谁让他以前没少挨？从来没有女人敢打他。你现在就和那个甩了他的女人处境一样，他要是存心计较，你想过会是什么后果吗？万一二爷计较，小少爷护得住我吗？你要真是我女朋友，我当然护得住。小少爷，我也是为了你啊。二爷逼我和你分手，我总不能一口答应吧？我扇他一巴掌是会得罪他，却也能够侧面证明我对你是真心啊。你又不真的是我女朋友，证明真心做什么？恰恰相反，你在我二哥面前就该扮演一个无情无义的女人。就像这次他要你分手，你就和他要分手费，拜金女一直是他的雷点。可是小少爷，你的身份是太子爷，我做你女朋友会缺钱吗？直接要分手费太假了，二爷反而会起疑。万一爷讨厌我太狠，直接把我赶出庄园，我后面怎么配合你在大哥和三哥面前演戏？也是，二哥够讨厌你了，你刚刚还打了他一巴掌，他这边的任务算是完成了。二爷要是报复我，你不会真的不管我吧？你老实一点，我不会不管你的。小少爷，我就知道你最好了。她真的好漂亮，比陆静瑜还好看。我告诉一个秘密，和我二哥有关。
你一定要保密，在我二哥面前谨慎一点，尽量不要踩中他一个雷点。别看他身边女人多，他年少时不是这样。他曾经拼命保护过一个女孩，结果对方是他死对头故意送到他身边的。二哥为了那个女孩失去半条命的时候，才知道对方是死对头的女朋友。那个女孩为了嫁给那个小资富二代，骗得二哥倾家荡产，最后暴露真面目，骂他穷逼，将他贬得一文不值。从此，我二哥就性情大变，认定了大部分女人都是爱慕虚荣的。所以说，霍萧年少时期就爱装穷。如果霍萧没有装穷，那个女孩傻了才会放着他不选，去选一个小资富二代吧。原来装穷这个毛病，霍萧早就有了。不是装穷，是我二哥当年叛逆，决绝离家出走，和霍家完全斩断关系，沦为了一个普通人。反正因为这件事，二哥重新回了霍家，身边女人没再断过。可是他不再相信感情，也不再相信任何女人的真心。不是他有病吧？因为被一个女人欺骗，就对所有女人产生敌意，他精神分裂啊！就是有病。我劝过他几次，可是他太偏执了，根本听不进去。不过这种话，你别在他面前说，对你没好处。保证不说，我又不傻，避他都来不及。你以后不能这么冲动。我和二哥相处多，还能保一下你。至于大哥和三哥，我三哥对女人过敏，你千万不要碰到他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真的假的？还能有男人对女人过敏？这是真的。他一碰到异性就会起红疹，严重时心脏还会疼。这么神奇的吗？这么比较起来，还是哥哥最好了。要是世上的男人都像哥哥一样，结婚率肯定大幅度提升。比我大还叫我哥哥，你也不害臊？那你叫我姐姐。谁要叫你姐姐？以后不要随便这么看着人笑，轻浮。我的意思是，你这样笑容易招惹不好的人。我只对好人这么笑。操，她可是陪酒小姐，我竟然被她迷惑了。你们猜猜，我昨晚在夜色遇见了谁？谁啊？还能是谁？当然是咱们的太子爷霍少了。怎么可能？月哥一向不去那些乱七八糟的地方。真的假的？霍少终于放弃校花了？这不是很正常吗？霍少告白了99次，某人就是装矜持假清高，搁谁受得了？我看某些人才是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，霍少那是心甘情愿等靖宇。你肯定认错人了，霍少明知道靖宇讨厌那种肮脏的场所，他不可能去的。那请问，校花和月哥什么关系？月哥为什么要听他话呢？你说呢？当然是因为霍少喜欢靖宇。珊珊，别说了，李浩说的对，霍十月想去哪里都是他的自由。果然如此，陆小花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？难道真一点不喜欢月哥？月哥真要带个花钱买的女人过来刺激他吗？耗子，瞎出了什么骚主意？装，继续装，小心欲擒故纵过了头。霍少哪天真的带个女朋友出现，你哭都没地方哭去。你嘴巴放干净点。靖宇，你就是脾气太好了。靖宇，我了解你，你对霍少不是完全没有感觉，对不对？他当初为了陪你，直接放弃出国，这换成任何男人都做不到。等到下次霍少进行第100次告白，你就试着答应他，好不好？好，我知道了。靖宇，就该让所有人知道你愿意答应霍少的告白了，看谁以后还敢阴阳你。等下霍少来了，我非要让他为你进行一场告白，气死某些人。霍少来了。珊珊，珊珊只是口直心快，你不要放在心上。至于你说的那些，我也从来没有放在心上。如果没有霍世月，你根本什么也不是。霍少，有人欺负靖宇，你管不管？小少爷，知道你很急，但是先别急。你干什么？别忘了你带我过来学校的目的，你不就想知道喜欢的女孩对你什么态度？眼下就是一个试探的好机会。听起来有点夸张，其实是各式各样告白加起来才有99次，有好几次告白不太正式，
应该是不算的。真诚热烈是真，恋爱脑没救了也是真。小少爷，所有人都知道你喜欢他，谁会那么不长眼，真的欺负他？小少爷，你听我的，我帮你追到心上人，好不好？你别躲，放轻松，我现在是你的女朋友，牢记这个身份。安了，我是专业的，50万的日薪不会白拿。我女朋友才不会这么财迷，靖宇就不会这样。所以你告白了99次，人家都没接受啊，说明你不够了解女人。霍少，你听到了吗？你是不知道洛妃说话有多难听，靖宇差点就被气哭来了。霍少，你怎么不说话？霍少，靖宇受了很大的委屈，你今天一定要让他们道。他受了委屈，关我男朋友什么事呢？靖宇，这个女人是谁？哥哥，你告诉他我是谁。你就是陆靖宇吗？啊，哥哥，你别闹，这么多人在呢。霍少，你怎么可以带一个这么不要脸的女人过来学校？你这样对得起靖宇吗？这位小姐姐，我怎么就不要脸了？还有，我的男朋友对得起我就好，为什么还要对得起别人？我是真没想到，霍少最后谈的女朋友竟然不是陆校花。没办法，谁让陆校花拒绝了那么多次，霍少死心也正常。这女朋友长得真漂亮，全面碾压陆校花，换我也选她。你狗叫什么？靖宇才不是别人。霍少，你说话呀！她真的是你女朋友吗？如果她是，那靖宇呢？你把靖宇放在什么位置？珊珊，少说一句，该回去上课了。靖宇，你能不能争点气？这个女人一直在内涵你，你听不出来吗？你能忍，我忍不了。他果然一点也不在乎，根本没有吃醋。哦，你要哥哥给他什么说法？你闭嘴！我问的是霍少，没你说话的份儿。不好意思，他现在是我男朋友，他的事我有权过问，所以我请教一下陆小华，你想要我男朋友给你什么说法？你多想了，我和霍时月只是同学，不需要他给我什么说法。靖宇，好了，够了。这算什么？明明你刚要答应霍少的告白，他竟然带了别的女人出现。你说什么？靖宇他愿意？哼，你没听错，他终于被你打动了，愿意在你第100次告白时接受你。谁知道霍少突然为了一个不三不四的女人背叛靖宇。他说的是真的？没有，是珊珊误会了我的意思。也是，你怎么会接受？你误会了，我没有那个意思。原来陆校花不喜欢哥哥啊，那我就放心了。哥哥，你都有我了，还不够吗？最好真的是误会。我知道哥哥从前喜欢你，但从现在开始，他有我了。既然是误会，你朋友一再辱骂我，是不是该道个歉呢？给你道歉？你算什么东西？明明是你这个小三抢了别人男朋友！珊珊，不要再说了。陆校花的脑子有坑吧？霍少是单恋，人家带正牌女友，骂人小三干嘛？许珊珊就是陆靖宇身边的一条疯狗。有些人不是说要答应告白了吗？不是要找霍少告状吗？怎么这会儿低着头装哑巴了？霍少带正牌女友回来打脸，真是太爽了。陆校花自己都否认没有接受霍少的意思，许珊珊还在那里上蹿下跳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想上位呢。他也不想想，霍少现在有女朋友，陆校花真要接受霍少，那才真的成了他口中的小三。哎呦，月哥找的真是陪酒小姐，我经常去夜色，没见过有她这么极品的。月哥除了校花，还没容许哪个女人靠近过，就算是演戏，是不是有点过？你们怎么不猜猜10月舍不舍得让陆靖宇道歉？打个赌，陆靖宇会替许珊珊道歉。可惜了，这场试探的戏也许到此为止。珊珊说话一向口无遮拦，只是刚刚说的那些大多是为了我，所以真要道歉，也该她和你道歉。好啊，我这人好说话，那你替她道歉吧，我听着。李烨，哥哥，是他自己提出替朋友道歉的，我可没有逼他，要怪就怪他朋友，谁让他嘴贱骂我？你不许再看他，我会吃醋的。对不起，我朋友不该骂你。靖宇，我不要你为了我和这样一个女人道歉。霍时月，你可是最爱靖宇的啊！靖宇被他逼着道歉，你就这么无动于衷，一点也不心疼吗？我不相信你会变心变这么彻底。你这话说的真奇怪，他不肯接受霍时月的告白，却要霍时月一直单方面付出，日复一日的坚持下去。你摸着良心问问，这样公平吗？
霍时月是个人，是人总有自己的情绪，迟迟捂不热一颗心是会累的，累了之后的放弃不叫变心，叫做出正确选择。陆校花，你说呢？你和你男朋友的事情我不关心，也没有义务解答。靖宇现在不是嘴硬的时候，山上别再让我难堪了。霍时月有女朋友了，我只想和他保持距离。靖宇，你哭了？没有，我没哭。哥哥，不是说好了一切听我的？靖宇，霍时月怎么可以这样？你都哭了，他竟然还和那个女人接吻！霍时月，我真是看错你了，你根本配不上靖宇。这个女孩太漂亮了，漂亮到让我感觉危险。这么激动做什么？没见过情侣接吻吗？而且我男朋友哪里配不上陆校花，他又为什么要配上陆校花？贱人，你装什么绿茶？你明知道……怎么，陆校花替你道歉一次不够，还想要他替你再道歉一次？我警告你，别太过分了。我过分？你一直教唆陆校花抢我男朋友，当我听不出来？要警告，你该警告自己，别太蹬鼻子上脸。陆校花，久仰大名，我是霍时月的女朋友黎音，以后可能经常打交道，还请多多关照。你好，我是陆靖宇，欢迎你来到荆州大学。只是抱歉，我关照不了你什么。你有霍时月这样的男朋友，有什么需求可以找他。靖宇，你等等我。黎小姐，你长得好漂亮，比我们校花都漂亮。霍少，你真有福气，谈了黎小姐这样的女朋友，你们特别般配，比校花般配了不知道多少倍。黎小姐，我说错什么了吗？这位同学，谢谢你的夸赞，哥哥是在害羞呢。真的吗？真的真的，你先回教室吧。黎小姐，欢迎来到京大，回头见。牛逼啊，月哥！花钱买了这么一个漂亮女朋友，一上来就狠狠刺激了校花。不过月哥，这个陪酒小姐什么价格？真是在夜色找的吗？她什么价格和你有关系吗？耗子，说话注意点。再怎么说，她现在是月哥女朋友，少动歪心思。月哥，她会不会刺激过度，起到反效果？不会，不会。这位黎小姐试探的刚刚好，可以继续下去。是吗？初次见面，你们倒是默契。莫名其妙。月哥这是什么意思？重点不该在陆靖宇身上吗？能什么意思？陆校花没吃醋，证明是办法行不通呗。莫哥，你这么认可黎英，不会是也瞧上这个陪酒小姐了吧？你要是瞧上，兄弟就不和你抢了。你脑子整天就那点事儿。那是什么？你们没有发现吗？霍四的脖子上有吻痕。吻痕！这场试探没起什么效果，不需要继续了。小少爷，试探才刚刚开始呢。你看看自己，长得帅，脾气好，巨有钱，还深情，我可以100%确认，你的陆校花绝对喜欢你。怀墨认可你，很高兴是吗？小少爷，这是重点吗？李音，就算你的职业让你习惯了来者不拒，也不要在我朋友身上下手。啊？你在说什么啊，小少爷？京市圈子很深，你虽然有几分姿色，但身份太低，不要妄想攀高枝，明白吗？好，好，好，男朋友，我不攀高枝，我就努力在你身上赚够钱，然后从良，行了吗？随便你，以后招惹错了人，别找我哭就行。那可不行，下去！我要是招惹错了人，你不能不管我。我不下，除非你答应我一个条件。李音，你信不信？我这就把你从楼上丢下去。不信啊，我死了你就是杀妻，我残了你更要对我负责。你威胁我？是拜托，是恳求。我帮你追到陆校花，而你未来在我遇到麻烦时帮我一次，好不好？那每天50万的演戏费，我还需要支付吗？钱嘛，该付还是得付。痛，小少爷，你弄痛我了。闭嘴！霍时月，你再敢多说一个字，我真的把你丢下楼！天啊天啊！霍少和他女朋友在教室门口贴贴，磕到了！两位同学，现在是上课时间，先进去上课。哟，月哥牛逼，这么迫不及待吗？月哥，先放下来吧，校花在里面。十月，先放黎小姐下来吧，她看着不太舒服。完蛋了，她现在根本没办法，她的裤子可是修身的。依依，你要下来吗？不要，我不要下来。小少爷果然血气方刚，这反应，我要是现在下去，他指不定要丢多大的脸。人家就喜欢哥哥抱着。
现在命令哥哥抱着人家进教室，不然人家就不理哥哥啦。行了行了，别耽误时间了，赶紧抱着他进去吧。霍少抱着女朋友进教室了，好甜，好好喝。靖宇，你不要听，洛菲肯定是在胡说八道。我出去看看。珊珊，你现在出去只会让我更加难堪。靖宇，你不觉得今天很奇怪吗？霍少那么喜欢你，就算那个女人漂亮，也不至于变心这么夸张吧？靖宇，那个女人不会是演员吧？这一切太刻意了，就像在逼你承认心意一样。可是他们接吻了，那是借位，一定是借位。洛菲说霍少抱她进来，这怎么可能？靖宇，你的手破皮了，别再抠了。没事，我没事。看什么看？我那个不许看，再看挖了你的眼。先为你再决保障。还是不行吗？闭嘴！实在不行，要不我帮帮你吧。你说什么？这种时候你和我开这种玩笑，你是不是找死？这个玩笑确实不好笑，你先放开我，我保证不乱说了。小少爷，痛痛痛！李茵，你这个女人真是坏透了。小少爷，你冷静点，不能做欲望的奴隶。你想想陆校花，她就在你前面坐着呢，千万别胡来啊！李茵，我真他妈想弄死你！喂，同学，你那瓶没开的水可以卖给我吗？喂，同学，你那瓶没开的水可以卖给我吗？付款码我扫你。方便加好友发红包吗？同学，谢谢啦。不客气，只是一瓶水而已。小少爷，快要下课了，我是你的女朋友，你对我这么冷淡，别人是会起疑的。渴了吧？给你喝的，就当是我的赔罪礼了，保证干净，没有打开过的。算你懂事。这瓶水你从哪里拿的？就前面的同学，我发现他桌上有瓶水，就加他好友买了。怎么样，我聪明吧？最后一排的同学，你干什么呢？行了，下课。哥哥，你干嘛呀？吓到我了。他的好友删的。霍少，我这就删。霍少，你别误会，只是李小姐买水顺手加的。手机给我。霍时月，你别……再敢勾三搭四，我就去夜色退货换人。年纪轻轻就和霍萧一样阴晴不定，这家人绝对都有大病。连男同学加个好友，霍少都要吃醋，这占有欲也太强了。有什么了不起的？霍少问都不问他意见，直接让人删除他好友，明显不在乎他的感受。靖宇，我这次感受不会错的，霍少肯定只是图新鲜，对他没有什么感情。霍少对他和对你很多细节不一样的，等他玩几天腻了，肯定还会回来找你，你就等着他追妻火葬场吧。珊珊，不要关注他们了，我们先去食堂吧。哥哥，我饿了，去吃点东西吧。先别去，他们是去演戏，刺激校花吃醋，我们不需要去，等个结果就行。月哥真的只是演戏吗？当然是演戏，不然他还能起什么心思不成？小少爷，你能不能不要胡思乱想？
像你这么出手大方的金主，京师能有几个？我干嘛不一心一意服务你，而去冒险勾搭别人呢？万一失败了，我两头不露好，岂不是竹篮打水一场空？小少爷，就算你不相信我，也请相信日薪50万的魅力。我这么爱钱的女人，不可能犯蠢的。没人包养过你吗？没有啊，我刚刚入行。小少爷，我真的特别老实本分，一心只想完成你的任务，帮你追到陆校花。别的花心思，我是一点点都不敢有的，我可以发誓。最好是这样。霍少和那个女人给跟过来了。我说了，不要关注他们了，而且也许他们只是顺路。哥哥，我不挑食的，你喜欢吃什么，我就跟着吃什么。他就是故意跟过来的，还故意讨好霍时月，真是个狐狸精。李英，你到底要做什么？哥哥，还是那句话，相信我。李小姐，食堂那么多的位置，你就非要给人添堵吗？怎么，这里不可以坐吗？陆校花有意见吗？这是公众食堂，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，我没有意见。还是陆校花善解人意，不像你的朋友，总是大呼小叫，让人好感全无。谁稀罕你的好感？哥哥，人家最近上火，不太能吃辣椒，你帮我吃掉好不好？哥哥，我喜欢吃这个，还有这个。你快点吃吧，再不吃就凉了。哥哥帮我剥虾，你不剥我不吃，看看心疼的会是谁？啊，哥哥喂我。青雨，你怎么了？星宇，等下会有专门的保洁人员负责清理，你不需要沾手。哥哥，人家还要吃虾。你适可而止。青雨，你怎么一直不说话？你还好吗？我没事。哇，校花真是人美心善，不给保洁员工增添1毫负担，这点真心值得学习。哥哥，你说对吧？我吃好了，就不打扰你们了。霍少，我今天真是大开眼界，就这么一个矫揉造作的女人，你竟然也能当成宝，我真该庆幸靖宇一直没有答应你，不然真不敢想象你未来会让她受到多大的伤害。李英，你口口声声说帮我，就是这么帮的，你到底存的什么心思？效果很好啊，这不是已经成功了吗？李英，你在说什么？他吃醋了，他是喜欢你的。恭喜你，小少爷，你不是单相思，而是两情相悦。就现在，你追上去，和他解释真相，让他知道我只是你花钱雇的，并不是真的女朋友。你在说什么？我说，现在也许就是第100次告白的事情。算了，以防万一，还是先不要告白。总之呢，他现在正在吃醋，你只要追上他，细心感受，就会发现他对你是有喜欢的。你就这么肯定？如果因为你的缘故，他开始讨厌我，你觉得自己会是什么下场？小少爷，要是我没记错，之前没有我的情况下，您可是告白了99次呢，成功过1次吗？小少爷，感情这种事儿谁也说不准。如果我的感知没错，陆校花真的对你有心，他总是会抓住你的。反之，如果他真的无动于衷，那你也可以尝试放弃，不要再一味强求。除非你想要囚禁他，对他进行强制爱。胡说什么？我不可能那么做！你这种人思想真是龌龊。好，我思想龌龊，那还请小少爷快点去追人，确认一下陆校花的心思，以免小少爷为他铺路这么多，到最后发现根本用不上，钱不就白花了？花钱的是我，赚钱的是你，你担心什么？当然是担心小少爷追不到人，一气之下找我要钱吗？动不动就把钱挂在嘴边，俗不可耐。无论结果如何，给了你就是你的，我给出去的钱就没有往回收过。小少爷大气，那就祝小少爷追妻成功啦！陆校花刚走，霍少也跟着走了，还没带上女朋友。新欢再漂亮，到底敌不过爱而不得的白月光。菲菲，感觉这位李小姐有些争不过陆靖宇啊，
以防万一，我劝你还是少掺和一些，免得遭到许珊珊记恨。不行，我要去告诉李小姐，让她不能低估了陆靖宇。李小姐，霍少追着陆靖宇出去了，你不过去看看吗？不用了，我相信他。男朋友这种生物，光相信有什么用？李小姐，你只知道霍少喜欢陆靖宇，可是你不知道他有多喜欢陆靖宇。你和霍少刚谈，感情还不够深，你要不看得严一点，霍少会被抢走的。别吃了，李小姐，你男朋友马上要被抢走了，你就不担心吗？能被轻易抢走的男朋友，证明不属于我。上天是公平的吗？给了他美貌，却没给他智商，这李小姐简直是个傻白甜啊！这个不要脸的，我非要教训他不可。珊珊，你要做什么？你别管了，靖宇，我有分寸。靖宇，我没有想到霍少有一天会为了一个贱人让你受这样的委屈。他这样，我也没有想到。靖宇，是霍少，他没带那个女人一个人追过来了，我就知道他还是在乎你的，肯定是来和你解释的。靖宇，不管他有什么苦衷，都不要轻易原谅他，让这个狗东西好好感受一下追妻火葬场。靖宇，你要去哪儿啊？霍少，你要还想追求靖宇，最好现在就和那个女人分手，否则你注定会失去靖宇。赶紧的，过来我这里集合。洛菲，你不会觉得随便来个阿猫阿狗就能胜过靖宇吧？靖宇善良不和你计较，你非要蹬鼻子上脸，给我等着！李小姐，快，就那个方向，霍少和陆靖宇进了那边的树林。没关系，随他们去吧，我去下洗手间。李小姐，那里是出了名的约会地方啊！算他有点自知之明，但破坏别人的感情就该付出代价。许珊珊，你要做什么？洛菲，你还是先管好你自己吧。等靖宇和霍少在一起，我再找你算账。菲菲，许珊珊就是条疯狗，你少招惹她。他带那么多人，明显是去围堵李小姐了。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之前有人跟霍少告白，前脚被拒绝，后脚就被许珊珊带人教育了一番。何止啊，他还拍了人家丑照到处发，逼得人家转学才消停。许珊珊全靠着陆靖宇才进了京大，所以拼了命的护着他。只要霍少一天对陆靖宇好，许珊珊就一天有后台，谁敢得罪？大家不是都在传霍少谈了新女朋友吗？就是说，他怎么跟着校花来了这里？这有什么奇怪？得不到的永远是最好的。霍少，你一直跟着我，是有什么事吗？靖宇，霍少，你现在有女朋友，再这么称呼我不合适。之前我就是这么称呼你。那是之前你没有女朋友，和你现在这位李小姐不一样。你明知道她会介意我们的过去，要是被她听到你这么称呼我，她会吃醋的。真巧，她说的是你吃醋。我想知道，她说的是对还是错？霍少，你女朋友以为我吃醋了，你应该去哄她，而不是抛下她找我。你真的这么想？李英说你吃醋了，她还说我没有吃醋，是你女朋友自以为是。霍少，你和谁在一起是你的自由，我只是不想卷入舆论，我也不想被人误会，背负上第三者的骂名。霍时月，你是知道的，我最厌恶破坏别人感情的第三者。就是他家名声早就烂透了，好好的日子偏偏闹出这种事儿，真是丢人现眼。可怜什么可怜，都是自己作的，往后这娘俩个在这一片都抬不起头。静静，是妈妈没用，让你跟着我一起受委屈了。你不会成为第三者。我只希望在你有女朋友期间不要再联系我了。如果我现在分手，你我之间的关系就能一切照旧，是吗？我可以和林英分手，就现在。只要你说你吃醋了，不希望我有女朋友，只这一句，我就当众和他宣布分手，从此再无干系。霍时月，你不能这样霸道无理。为什么？今天有一点，李英也许是对的，是人都会累的。我现在都不确定你一直拒绝我，是因为缺乏安全感，还是因为单纯的厌恶我？这太不公平了，景瑜。霍时月，你脖子上的是什么？是离音，是离音对吗？是李英做的，但那是意外，
我可以解释。霍少，这是你和李小姐的事，不需要和我解释。其实李英她不是……还有，霍少分手与否，不要因为我做决定，我承受不起。成也离音，败也离音，等会儿一定要找那女人扣钱。霍少，原来你在这里！霍少，你快去看看，李小姐她出事了！你说什么？李音怎么了？还不是许珊珊一心认定李小姐是坏人，带着一群人去围堵她了。我告诉李小姐你和陆小花在一块，让她过来，她却说相信你，认为你不会对不起她。李小姐那么漂亮柔弱，现在一个人孤立无援，你快去救救她吧！李小姐，加个好友呗。不好意思啊，手机没电了。别急着走啊，李小姐，我还想要问问月哥要和你谈多久，等他结束了我就续上。那你不该问我，应该问小少爷。当然得问，我这不是提前找你排个队，免得中途有人插队。要知道，再漂亮的女人，等的时间久了，还会失了兴趣的。等我厌倦了，你们再行动。他人就是嘴贱，李小姐别当真。耗子，他到底是月哥的人，你别瞎招惹。放心，我知道他现在是月哥的人，你别忘了，月哥找他的目的是演戏，又不可能真的碰他。而且既然是演戏，那月哥就不会在意的。我感觉他不太像那种女人。还有月哥的脖子，万一是李小姐弄的？不可能！月哥对陆靖宇有多喜欢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黎英这种女人就是装纯罢了，心计深着呢。也是，越漂亮的女人算计越狠。反正月哥对陆靖宇一往情深，不需要担心他。李浩、林哲可是霍少身边的朋友，他们刚刚说的话你们也听到了，这下没顾虑了吧？珊姐，我们这就去狠狠教训他。小妹妹们，这唱的又是哪出啊？仗着有点姿色就不要脸的抢别人男朋友。陆靖宇和霍时月是男女朋友吗？他不是，那我抢谁男朋友了？又怎么没有道德底线了？整个学校有谁不知道霍少喜欢的是我们靖宇？你就不能抢他？行了，废话少说。你之前不是很威风吗？又是欺负靖宇，又是在他面前秀恩爱。按住他！我是不是让你觉得很好欺负啊？这么喜欢教育人，那我成全你啊！喜欢打水仗，那就先把自己的嘴好好洗洗，太脏。靖宇不会放过你的。李小姐，你还是放过珊姐吧，她可是靖宇最好的朋友。就是霍少喜欢靖宇，你这个女朋友根本什么也不是。真好笑，他带着你们围堵我，却要我和他道歉，谁是受害者？李小姐，珊姐好像呛到水了。行了，你这个珊姐，她就是个疯子，她是霍少找来的，霍少肯定不知道她的真面目。我要联系靖宇，让他带霍少来看看。珊姐，你不能白受这委屈，一定要让霍少给你做主。霍少，您可要为我做主啊！李小姐她刚才故意推搡我，把我弄成这副样子。珊珊，你这是怎么回事？是李小姐，霍少的那个女朋友。我们不过起了几句口角，她就动手推我，还拽着我往洗手池那边凑。水池里的水溅了我一身。靖宇，他摆明了就是要让我在大家面前出丑。骆同学，你之前口口声声说珊珊带人围堵李小姐，还说李小姐漂亮、柔弱、无辜，现在这个情况你怎么解释？我刚才确实亲耳听到，他说要带人堵李小姐，就是他们这几个人。洛福，你就算和我过不去，也不能睁眼说瞎话。你好好看看我现在这副样子。没错，就是李小姐先动手推人的，她拽着珊姐往洗手台上撞，差点就磕伤了。水池里蓄着水，珊姐被推得整个人往前扑，差点就呛到水了。霍时月，虽然珊珊之前有错，但我也替她道过歉了。但现在她受了这么大委屈，弄成这副狼狈模样，就算李小姐是你女朋友，也不能这么欺负人。李小姐必须道歉。我先去问问李英。霍时月，我不了解李小姐，但
我了解珊珊，她虽然性子冲，但不会撒这种谎。我不想恶意揣测，但李小姐对我一直有敌意，她这般针对珊珊，一定也是因为我。霍时月，我不会让我的朋友白白受委屈，希望你不要包庇她。凡事不能听信一面之词。李英是我的女朋友，我总要先问过她。是啊是啊，也许李小姐情况也不好呢。李英，你别过来，离我远一点！李英，是我。霍时月，我脸疼。很疼吗？很疼很疼，我疼的都快哭了。霸凌我，那就看谁更会演。哥哥，你怎么才来啊？你不知道，我突然被一群人围堵，泼了一身冷水不说，还被打了一巴掌，真的差点吓坏了。我没办法，只能装得凶狠一点，努力先把他们吓住，不然不敢想象会有多惨。霍少，你不要相信他，他恶人先告状，故意卖惨。你不知道他刚才有多凶恶，差点溺死我。霍少，明明是他们挑事在先，我相信李小姐说的，她肯定是被逼到绝路才反击的。哥哥，这是给我摘的花吗？谢谢哥哥，这支樱花好漂亮，哥哥眼光真棒。他的脸是谁打的？珊珊，实话实说，李小姐的脸是你打的吗？是，我是打了她一巴掌，可是她还了我好多巴掌，还差点溺死我。霍少，他真是装的。哥哥，我那是自卫，为了保护自己，不然我傻傻挨打，他们会一直欺负我的。还是说，哥哥也觉得我错了，不该还手打回去？没有。茵茵，你先起来。哥哥拉我，我脚麻了。麻烦。冷不冷？哥哥抱抱我，我就不冷啦。不抱，整天没个正经。霍少，正好我有外套可以送给李小姐，而且李小姐现在这个样子，被其他男生看见了也不太好。不用了，我不冷，谢谢。霍少，你是不是忘了靖宇还在这里？霍少，再怎么说，李英差点害死我，总要让他给我一个交代吧。我只问一句，谁先动的手？是我先动的手，可是谁让他自甘下贱，当小三抢人男朋友？他抢谁男朋友了？就是李小姐本来就是霍少亲自带的女朋友，她怎么就是小三了？真正想当小三的，恐怕另有其人吧。若非，你给我闭嘴！当然是靖宇，全金大都知道霍少喜欢谁。陆同学，我是你男朋友吗？陆同学，你说我是谁的男朋友？李小姐，你是李小姐的男朋友。这小少爷在树林里到底跟他的白月光谈了什么？怎么感觉两人关系降到了冰点？霍少，你太过分了！你怎么能这么对靖宇？就因为靖宇一再拒绝你，你就自暴自弃去找一个夜色的女人吗？你算什么东西，在这里指手画脚？靖宇，霍少太不公平了，你替我说说话呀！珊珊打李小姐一巴掌确实不对，但是李小姐下手是不是也有些重了？陆同学，这是他自找的。好，霍少这么说我们认了，但如果他们说的是事实，李小姐差点溺死珊珊，这已经犯法。霍少，我只要一个道歉，让他和珊珊道歉。哥哥，你让我道歉，我就和他道歉，我听你的。李小姐凭什么道歉？她明明是受害者。还是说许珊珊过来围堵李小姐，其实是陆小华的意思？洛菲，还请你不要恶意，和靖宇无关。是我看不惯他，一人做事一人当。既然一人当，那就怎么打的他？他怎么还回去？霍少，他已经打过我了。是吗？我没看到，我只看到我女朋友脸上有伤。茵茵，去打回来。哥哥，这不太好吧？没什么不好，想打就打。霍少，我可是靖宇的闺蜜，你这样偏袒一个夜色的女人，就不怕伤了她的心吗？她是我的女朋友，自然哪都好。这小少爷演技也太浮夸了，要不是我是知情人，我都要信了。哇，磕到了，磕到了！霍时月，你不能这样。为什么不能？动我的女朋友就该付出代价。虽然是演戏，但这小少爷挺维护自己面子的嘛，毕竟我现在是他名义上的女朋友。霍少，
珊珊和李小姐之间受伤最重的是珊珊，她已经付出代价了。而我只要李小姐一个道歉，你不仅不允许，还要她打珊珊，你太偏心李小姐，这不公平。受伤最重就最有理吗？陆同学，你的这个说法公平吗？还有是人总会偏心，你偏心的是朋友，我偏心的是女朋友，这有区别吗？是不是因为之前在树林我没有如你所愿，所以你才这样的？霍时月，你是故意为难珊珊，你是为了报复我。你要这么想，我也没办法。这小少爷真是个装哥，这辈子要是能追到白月光才有鬼。哥哥，我不想打他，他脸皮太厚，我之前打他的时候手都打疼了，明明心里慌得要死，面上还在强撑。你骂谁脸皮厚？我哪有你脸皮厚勾引霍少，对靖宇这么残忍？陆校花，我放过你的朋友，你也退让一步，别再要求什么道歉，可以吧？李小姐，你太善良了，被人霸凌了还不报复回去，不像某些人啊，明明是自己朋友霸凌别人，还要求受害者道歉，真不知道怎么好意思。洛菲，你再敢瞎说，我就撕了你的嘴！哟，这就破防了，又当又立，笑死人了。行了，既然陆校花没意见，那就李小姐，你是仗着她的偏心，笃定我会答应。既然霍少一心为你出气，要你打珊珊，那好，我替他。霍时月，我愿意替珊珊挨你女朋友一巴掌，等你女朋友打完再和珊珊道歉，这样你满意了？靖宇，我不需要你替我，你没错，不能这么被人糟践。李英，你要是敢打靖宇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你。霍少，你真就这么冷血无情，冷眼旁观靖宇被你女朋友上光吗？那什么，我还没删呢。好痛！这小少爷是把我的手当解压球了吗？看来他是真被气得不轻。陆同学对朋友倒是情深意重。李小姐，你动手吧。李小姐太强了，才出现不到1天，就把校花逼到这份上。哥哥，你先松下手好不好？不是让我打他吗？你不松手，我怎么打？李英，你……李小姐，你还是不要打陆校花，万一她苦肉计……我自愿替的珊珊，不会记仇。陆校花，珊姐真好，李小姐也太咄咄逼人了。霍少以前多疼陆校花呀，现在竟然这么狠心。哥哥，相信我，我下手是有分寸的，好吗？你有什么分寸？你……嘘，相信你的女朋友。霍少，霍少，你不能松手啊！你对靖宇真的一点都不在乎了吗？李小姐，你快点动手，快点结束吧。好，我这就动手，很快就结束。这女人是疯了吗？她明知道自己在演戏。李烨，李烨，我说了踢他，你为什么还要打他？陆校花愿意替罪魁祸首挨打，我很敬佩。只不过我也不是那种不分是非的人，不然哥哥肯定会不喜欢我的啦。对不起，虽然你待人霸凌我，但我应该手下留情，不该打你太重的。喏，你要的道歉，我现在给你了，满意吗？谁要你这种假惺惺的道歉？陆校花为了这句道歉，可是付出了不少努力，你是要让她的努力白费吗？哥哥，我做的好不好？夸我。做得好。那哥哥有没有更喜欢我一点？有。抱抱，我们回家吧，我身上湿透了，不舒服，想回去换衣服。霍少，你和李小姐一定要幸福哦。李小姐人美心善，通情达理。谢谢你的祝福，我们一定会幸福的。对，霍少好听李小姐的话，就像主人的乖狗狗一样，主人说什么就是什么。洛菲，你这个恶毒的贱人！珊珊，你闹够了没？靖宇，是洛菲说话太过分，刚刚还一直帮着李烨那个贱人。洛同学，你已经看完了热闹，现在还请离开。许珊珊，你霸凌那么多人，落得今天下场，是你自作自受。陆校花，你要是再管不好许珊珊，这次的教训只会是开始。呸！舔狗一个，真恶心。还有你们，刚刚一个个哑巴了吗？
珊姐，李小姐是霍少带过来的，我们好了，李小姐有意针对，他们也无心无力。我知道你们这次也是为了我，谢谢你们。陆校花，你千万别气馁，霍少肯定还是最喜欢你的。就是，刚才李小姐打珊姐，霍少以为打的是你，还出手阻拦了。李英那种狐狸精，不可能真的让霍少变心。我拒绝他的告白太多次，他坚持不下去放弃，也是情有可原。靖宇，你真就甘心把霍少这么拱手让人？珊珊，你不该明着招惹离音。我没想到霍少这么偏袒他，我感觉霍少是真的变心了。他没有变心，只是本性如此。什么意思？霍少过去对你那么深情，他心思纯粹，只论对错。你记住一点，别再用你从前的方式招惹离音，避免自讨苦吃。靖宇，那个婊子动起手来挺狠的，你一定要小心他。只要你愿意接受，霍少一定会马上甩了他。走吧，我先送你去医务室。陆同学，长久的爱而不得，令霍时月开始不满足了。离音的出现，真的是个危险信号。好了，小少爷，已经走远了，你可以放下我了。干嘛呀，小少爷这么粗鲁？之前在洗手间，我推门进去时，你的那些反应都是装的吧？洗手间的门隔音一般，外面的对话你都听到了，你也知道进门的是我。小少爷，是他带人围堵你，你能反击回去是你的本事。吓死我了，我还以为你要找我算账呢。所以，哪怕是陆校华求情，小少爷也觉得我没错，不需要和许珊珊道歉，对吗？我雇你是演戏，不包括挨打。可是我已经挨打了，还被迫和人道歉了。小少爷要不要补偿我？补偿？比如我今后一不小心招惹了不该招惹的人，小少爷出手保下我。你的一巴掌还不值一个承诺。这一巴掌也太值钱了吧！早知道我让他再打一巴掌。你还真爱钱，挨了打还笑得这么开心。小少爷，换成普通人，别说10万，就是1万一巴掌，多的是人挤破头争。所以你好好想想，回去怎么和二哥道歉。你打他的那巴掌，他若有心计较，代价你承受不起。知道了，我会好好道歉的，还希望小少爷帮我说说情。哎，我的花儿，这支不适合你，你想要再摘个新的？别，人家开的好好的，你摘一支我摘一支，树不就秃了吗？你是在影射，没素质。小少爷，你太敏感了，我绝对没有这个意思。最好是这样。小少爷，你心情不好啊？是不是因为陆校花？你和陆校花之前在树林里到底谈了什么？不如跟我说说，我帮你分析分析。闭嘴！小少爷，我这不是关心你。你再说一个字，我就扣你的钱，一个字1万，扣完为止。行，你钱多你说了算。你们快来围观，有个贱男人打算勾引未来弟妹，世风日下啊！和女朋友在一起时，我隐瞒了身份，我找了她半年，她居然变成了我弟弟的女朋友。我不相信她真爱我弟弟，我该怎么做才能在不伤害弟弟的情况下让他们分手？渣男装穷被分手活该。不是因为私人原因，我在他面前装穷。博主，人家已经放下你了，死心吧。我弟弟还年轻，有的是选，她是我第一个女人，我身体忘不了她。博主真是富哥，我刚收到了1000转账。博主高吗？帅吗？25、192，长相出众。25岁，身高192，这也太精准了吧！博主直接色诱去啊！衣服一脱，往被窝一躺，一夜就拿下了。我家宝宝很漂亮，是我见过最漂亮的女孩。纠正一点，不是前女友，是现女友。他和弟弟一个女朋友，那还分什么你我？直接一起谈恋爱呗！发帖时间凌晨5点，所有信息都指向我和霍潇。这不会是真的吧？霍潇竟然在网上发这种帖子。既然这么听话，那你就继续保持。手机给我。怎么，你手机里藏着什么秘密？别藏了，
我刚刚已经看到了。难道他看到我和将来的聊天了？他知道霍萧是我前男友了？你看起来很心虚，你自己也知道这么做是错的。小少爷，你肯定看错了。李嫣，你干什么？现在不需要演戏，放开你。那你答应我，不抢我手机？这么胆小，还敢给我胡乱备注？备注？不然呢？我刚才都看见了，你给我备注的小财神，是吧？是爱抱金币的小财神，小少爷不喜欢吗？在我心里，你就是我的财神爷呀。难听死了！现在，让我这个小财神帮你算算，从刚才到现在，你一共说了多少个字？一个字1万，算算该扣多少万？对，松开，李嫣，你还真是大胆，怎么不馋了？到底是年轻人，还在车上呢，这就忍不住了。可不都说有钱人玩的话，大白天的在车上就开始。李嫣，你能不能安分点？老实坐好，你没长骨头吗？你不早说。换上。李嫣，你竟然……李嫣，你说话少装听不见。你身为女人，到底知不知道羞耻？休想！我才不会亲你。钱，你就知道钱。你可以说话了，不扣你钱。真的不扣啦？那之前扣的那些能不能也不算数？李嫣，你是在勾引我吧？我没有。我有洁癖，肮脏的女人我不会碰，即便没有陆靖宇，也不可能是你，懂吗？再这样，下场只会一无所有。小少爷，你在说什么？我哪有？你要不是勾引我，为什么？衣服湿了，穿着不舒服，这不是很正常吗？这女人真是在夜色待久了，连这种事都觉得正常。你现在的身份是我女朋友，从前在夜色的陋习最好收一收。小少爷，只是擦手没用，你还不止一次抱过我，建议回去直接冲澡呢。呀！我三哥随时回来，他比二哥聪明，演戏必须演全。真是辛苦小少爷了，明明嫌弃我还要勉强抱我。四少爷对李小姐真是爱如珍宝啊！哎呀！小少爷，你轻一点呀，摔到我了。李小姐，二爷有事找您，让您去他房间一趟。霍萧这种人，如果不去，恐怕他半夜真敢翻窗进来。好，带我去吧。李小姐，要不您先换下衣服哟。二爷找我有急事，别让他等急了。李小姐，就是这间，二少爷交代许您直接进去。李小姐，要不要告知一下四少爷？不用了，他等下会知道的。宝宝，我终于等到你了。宝宝，你现在穿的什么？我穿的是你弟弟，也就是我男朋友霍时月的白衬衫啊。你和小四又……二爷，我和我男朋友的事没必要告诉一个外人。老子是外人，你和我的时候还没遇见小四。二爷，爱情是不分先来后到的。宝宝，差点被你骗了。那你也是我第一个女人，怎么就对我那么狠心？二爷说笑了，你有过那么多女人，我怎么会是第一个？我和他们只是逢场作戏，我真正的女人只有你。那可惜了，你不是我第一个男人。你对我
真的没有一点感觉了？没有。老子不信！他在搞什么？你看着有没有感觉？二爷，还请放开。你现在这样被霍时月撞见，他会是什么感受？我是他的女朋友，你作为他最敬爱的二哥，现在却在勾引他的女朋友，你要他以后怎么面对你？小四年轻，多的是女人选，我只需告诉他你是我失踪的女朋友，他自然会退出，他不会为了一个女人和我这个二哥反目。是吗？感情这种事不可控，二爷就这么断定霍时月会舍弃我？你的脸是谁打的？纵然二爷不在乎弟弟，可我在乎，我不舍得伤害他，也不舍得背叛他。霍晓，你知道吗？你现在这副模样真挺廉价的。你高高在上的霍二爷为了讨好我，不惜学习男模做派，只可惜你学得太差劲了。霍晓，我从不走回头路，你现在的勾引到底为了什么？你自己清楚。我说过的，你靠着小四进不了霍家门。进不了霍家门没关系，我会努力成为他的白月光。霍时月心思纯粹，给我的好处不会少。你想要钱，我能给更多，回到我身边，不好吗？不好，一点儿也不好。李英，我真是太惯着你了。我玩过的女人，谁都可以接受，唯独霍家人不行。老子和你是第一次恋爱，你好像不明白，我愿意陪你那是恩赐。二爷，我男朋友过来找我了，不知道被他看到自己的好二哥正要欺辱他的女朋友，他会是什么感受？你做了什么？二爷猜猜他多久能踹开？李英，我真是小瞧了你。二爷与其跟我纠缠，不如先想想怎么解释你这一身。我开门只需要3秒。你给我站住！你敢！去叫黎英过来。四少爷，黎小姐应该不在房间。二爷吩咐黎小姐一回来就去她房间见她。二哥的房间一向不许人进，他还没出来。黎小姐没换衣服，就穿着您那件白衬衫进了二爷房间。说什么？黎英，你找死！哥哥，你慢一点。黎英，你怎么敢？哥哥，你终于来了！二爷好可怕，你要是再不来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。恒温的房间，二哥竟然盖着大被。二哥，大晚上的把弟妹关在房间里，不合适吧？二哥，你为什么要让茵茵来你房间？她是你带回来的女朋友，我总要了解一下她的背景。茵茵的背景，我自己一清二楚，就不劳二哥操心了。哥哥，你怎么不理我？来见二哥也不知道换件衣服，穿成这样像什么话？我以为二爷有急事找我，一时没考虑那么多嘛。下次我一定注意。哥哥不要不理我好不好？最好是这样，手松开。哥哥，二爷刚才说我配不上你，说你玩腻了就会和我分手。一想到要和你分手，我就好难过，我只想抱着你不放。先松开，等下再给你抱。真的吗？那等下你一定要回报我，不许赖皮。哥哥，他竟然叫得这么顺口，当初对我怎么没这么乖？二哥，我希望关于茵茵，你别再私下为难她了。早上是她不懂事，不小心打了你巴掌，刚才你吓到了她，就当扯平了吧。茵茵，和二哥道个歉。二哥，茵茵未来可能是你的弟妹，看在我的面子上，翻篇吧。这件事扯平了。哥哥，我刚才进来的时候，二爷就这么躺着，他是不是病了呀？二爷脸色好差，是不是病得太重起不来身了？哥哥，要不你过去扶二爷起来，我出去叫医生进来看看。二哥，你脸色确实不好，是发烧了吗？没有发烧，我没事。哥哥，二爷一定是在强撑，不想麻烦你。二哥，生病了不要强撑，我先扶你起来。别动我被子！二哥，你……小四，我没有生病，只是最近有点忙，没休息好。可是二哥，你看起来真的不太好。老子说了没事，老子好得很。我有点累，你带上女朋友先出去吧。二爷，我知道您讨厌我，但我真的很爱哥哥。求您高抬贵手，别再逼我们分手了，好吗？我知道自己配不上哥哥，但我选择了在一起，就不会轻易放弃。除非有一天哥哥腻了我，我保证绝不纠缠。那种分手后还死缠烂打的人，我最看不起。好聚好散才是最好的，不是吗？二哥，你也听到了，茵茵对我是真心的，我非她不娶。
小四，他说什么你就信什么，万一他是骗你，二哥，他就算骗我，我也甘之如饴。我骗谁都不会骗哥哥。二哥，你那个前女友要是实在找不到，就不要找了。她既然跑了，就证明不想被你找到。得饶人处且饶人，放过她也是放过你自己。放过她，这是她招惹我的代价。变态！二哥，你小四，二哥瞧上了你的一件东西，你愿不愿意割爱？小四，二哥瞧上了你的一件东西，你愿不愿意割爱？这个混蛋！什么东西？哥哥，二爷刚才说的话好可怕啊！我在和二哥说话，你乖一点。我不，哥哥，我就是觉得，万一二爷的前女友已经交了新男朋友，他这样是不是太过了？嘘，你安静点，不许说话。二哥，你看上什么了？我的东西，只要你喜欢，随便拿去。我还没想好要还是不要。二哥，你这就见外了，只是一件东西罢了，想要就要了。你什么时候想要，和我说一声，我送给你。茵茵，你还真是淘气啊！二哥别见怪，茵茵就是孩子脾气。可是哥哥，你不就喜欢我这样子吗？是啊，我爱死了你这样。二哥，不打扰你休息了，我们先回房。好，我记住了。什么记住了？小四，你刚才说的话我记住了。二哥，你真是越来越见外了。李茵，你真够狠。四少爷真的好在乎李小姐，一听她被二少爷为难，立马就去踹门救她了。谁说不是呢？四少爷刚刚情窦初开，肯定疼女朋友。那也是李小姐漂亮，我见过不少明星，都没她好看。我一个女的见她都喜欢，可惜出身一般。二少爷叫她过去，肯定没好事，多半是想逼她分手。陈露，你在和谁发消息？嘘，你小声点儿。是姚小姐，她暗恋二少爷多年，让我盯着进出二少爷房间的女人。你疯了！李小姐是四少爷的女朋友，跟二少爷没关系。正因为没关系，我才敢报信。这钱咱俩平分。背叛主家的钱我不要，出了事儿你自己担着。行了，主家的事情少打听，少说话，多做事儿。李茵，你再这么作死下去，我保不了你。小少爷，我也只是想让二少爷更讨厌我一点。是吗？李茵，你是不是觉得我是傻子，任你玩弄？小少爷，我不懂你的意思。为什么去勾引我二哥？我警告过你，我二哥心系前女友，不可能对你有想法，你怎么还敢起心思勾引他？小少爷，我放这50万不要去冒险，我李茵有那么蠢吗？我觉得你是因为我的职业对我存有歧视，总觉得我和哪个男人说话都是在勾引。你觉得自己很无辜，我冤枉了你，那你说为什么不换衣服，穿成这样去我二哥房间？我怎么了？你不清楚吗？李茵，你别以为这样就能敷衍过去，你要是再这么不安分，交易就此结束。小少爷，你也不想想，我要是真的想勾引二爷，为什么要发消息通知你？什么消息？我去二爷房间前给你发的，你没看？我不换衣服，就是想让二爷觉得我轻浮，让他更讨厌我，这样以后他才更容易接受陆校花啊。二哥毕竟是个男人，你这样去见他会吃亏的。小少爷动不动就怀疑人家，觉得我跟人说句话就是勾引，我也会难过的。这次是我冤枉了你，下次不会了。今天算双倍工资，你别哭了，行吗？简直好多了，我原谅你了。李茵，你骗我！小少爷冤枉我可是事实，这哪叫骗呢？等交易结束，多给你一笔钱，不要再去那种地方了。要是生病，赚再多钱也是一场空。小少爷是在夸我受欢迎吗？重点是这个吗？小少爷，你提醒的太晚了，万一我已经生病了。李茵，你又骗我！这小少爷竟然这么单纯。自己涂。我的脸，小少爷注意到了。不疼吗？涂着不方便，小少爷就好人做到底，拜托拜托啦。自己没长手吗？你起来，谁让你坐我床的？怎么了？以后少喷点香水。我没喷香水啊。没喷香水？那你身上怎么？我身上很香吗？李，你做什么？小少爷，你身上也好好闻啊。我一个男人有什么好闻的？下次一个人不要动手，万一打不过，你只会自讨苦吃。哥哥是在心疼我吗？
现在没人，不许叫哥哥。还有，起来，以后不许随便坐我的床。这也不许，那也不许。小少爷，许珊珊唯独我是认定我是小三。如果陆校花对你没意思，她闺蜜为什么要这么想？你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陆校花肯定喜欢你，我以后会多刺激刺激她，争取让她早点承认。你就那么笃定？女生最懂女生。不过奖励呢？除了钱，我还要你保护我一次。再担心会有好下场。这个圈子不缺金丝雀，更不缺想上位但下场凄惨的金丝雀。知道的，小少爷，我没想过再做金丝雀。再做，李音。皇上，靖宇那边好像有醉汉敲门骚扰，电话突然挂断了，我联系不上他。皇上，靖宇现在肯定很危险，皇上，你快救救他吧！白天刚在树林闹得不愉快，晚上就出事，还偏偏在打电话的时候出事，这未免也太……你说的是真的？当然是真的，我不会拿着靖宇的安危开玩笑。皇上，就算你变心有了女朋友，你真能眼睁看着靖宇出事无动于衷吗？他住的地方环境脏乱差，一入夜就不安全，他很容易被坏人盯上的。情况危急，先报警！皇上，你竟然和黎音同居了，靖宇正等着你救他，你要因为这个女人的阻拦不管不顾吗？我们过去需要时间，先报警有什么不对？李音，你不要添乱，手机给我。你好，我们要报案。地址。小少爷，你赶过去的时间不一定有他们快。你想不想早点追到陆校花？越是她脆弱的时候，刺激她效果越好。别人身处危险，你脑子里想的就是这个。李音，你太冷血了。他是你的心上人，又不是我的。我拿着你的钱，当然要成全你的任务。真是个麻烦精。赶紧穿上。小少爷，李音，靖宇他现在很危险，你不要没事找事。李音，钥匙给我。霍时月，你现在心乱，骑车会很危险。上来，我带你。李音，你能不能别胡闹了？小少爷，你满心是陆静言，我满心是你。上来，别浪费时间，你的车技未必比得过我。小少爷，你最好抱紧我。用不着，你骑快点，别耽误。那个骑车的穿着白衬衫，李音。我就说吧，警察叔叔会比我们快。小少爷，你脸色很难看，不会是受不了想吐吧？我就是认错门了，是他自己开门叫我，求我进屋修热水器，这不是勾引是什么？结果老子要进去，他又把门关了。我呸！你个油腻老男人造什么黄谣呢？我闺蜜的男朋友是霍氏财阀太子爷，你等着吧。警察同志，我接受道歉，麻烦你们了，我现在没事了。靖宇，就这么放过他？靖宇，霍少来了。霍少，你终于来了！靖宇被这流氓吓坏了，要是晚来1秒，他就撬门了。操！你他妈谁呀？活该！看你以后还敢不敢？靖宇是我，开下门，让我看看你。霍少，你不陪着李小姐来我这里做什么？走吧，我没事了。靖宇，霍少一听你有事，马上就赶过来了，别赌气了。珊珊让他走，他现在有李小姐，我不想让他误会。以后我有什么事儿，你也别联系他了。霍少，靖宇最讨厌第三者了，你如果心里有他，就马上和那个李英分手。我为什么要和李英分手？你既然陆同学脱离了危险，我就不打扰了。1、2、3。霍时月，别走！霍时月，我害怕，你可不可以抱抱我？我就知道太子爷心里只有靖宇。陆校花，你这样抱着我的男朋友，是不是不太合适？黎音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不然呢？你打电话让哥哥来英雄救美，我这个当女朋友的不得跟着呀？说起来，报警电话还是我打的，陆校花真该好好谢谢我。谢你？谁知道你安的什么心？霍少在乎靖宇，就算你报警，他也要亲自来看看才放心。容我提醒一下，你口中的霍少现在还是我的男朋友，那是你抢了靖宇的，属于他的才叫抢，不属于他的叫什么抢？陆校花，别人的男朋友你抱着还舒服吗？
陆校花，你要是喜欢我男朋友，我现在可以把他让给你，只要你现在说一句你喜欢霍时运，我就和他分手，怎么样？李小姐误会了，我和霍少没什么关系，刚才是我失态了，我是一时害怕才抱住他的。靖宇，你解释什么？霍少本来就是你的。我怎么不知道？我是陆同学。珊珊，别说了。李小姐，谢谢你报警。你的意思我明白了，我会和霍少保持距离。等等，我想问下陆校花，有没有多余的裤子借我穿一下？哥哥的裤子太大了，我根本穿不了。靖宇，你看，他穿着霍少的衣服。李音，你不就是想炫耀你和霍少的关系吗？你太无耻了！你想多了，我只是需要一条合身的裤子。好，我借。靖宇，霍时运，小心身后！敢踹老子！霍时运，小心！好痛！你敢坏老子的事儿！我的手！手怎么样？伤得重不重？让我看看。好痛啊，霍时运！我这只手会不会残废了？闭嘴！瞎说什么？没长脑子吗？徒手去接。我看他要砸你，来不及想呢。你最重要，我受点伤没关系。真是个绿茶精，喝醉了能有多少力气？酒瓶都没碎，装什么种？你算什么东西？也配对他指手画脚？小兔崽子，你给老子等着！靖宇，快去劝劝霍少，这样会出事的。霍时运，放过他吧。霍时运，你让开！霍少，你看清楚，这是靖宇啊，你怎么能推他？李音，你就不劝劝吗？你但凡替他着想一点，就不该让他继续下去。霍少连靖宇都不听，肯定会嫌你烦，最好也推你一把。李音，你还不快劝劝霍少？你要眼睁睁看他打死人吗？虽然这人渣活该，但真闹出人命，小少爷也麻烦。哥哥，别打了！哎呦！你又是跟谁急？那什么，我不是急，我裤子要掉了。大声点，没吃饭吗？哥哥，我说我裤子要掉了，我本来就没吃饭，有点饿了。这下你们相信了吧？我真的需要一条裤子，哥哥的裤子太大了。好，我这就给你拿。不用了。哥哥，我们这就回家吗？这直男不留下来安慰下白月光吗？陆同学，我们先走了，不打扰你休息了。小少爷，多好的机会啊！女孩子这时候最缺安全感，你留下来。看来你的手不疼了，说什么残废，骗我！疼！小少爷，你把我的白衬衫弄脏了。你穿的是我的衬衫，脏，别碰！痛！小少爷，你要宰我吗？不然呢？这个姿势有点暧昧，不然我坐后面。再多嘴，我就扣你钱。靖宇，你他是在怪我吗？靖宇，你不要多想，霍少怎么舍得怪你？他那是被那个狐狸精迷了眼。就因为林音手受伤了，他竟然连头也不回的走。都怪林音，肯定是他费尽心思纠缠霍少。靖宇，我听人说，男人一旦动了心思，就容易被旁人迷惑。霍少现在对林音格外不同，不过是一时贪恋新鲜感，他心里真正在意的人还是你。实话再难听也是实话，像霍时月那种身份，身边诱惑多，你又总拒绝他，他乱来是早晚的事。不会的，霍时月没碰过林音。刚才你没看见吗？林音身上穿着他的白衬衫。衣服只是意外，不代表什么。恶心！林音今晚回去肯定要装柔弱博取同情。靖宇，再这么下去，霍少真会离你越来越远的。许珊珊，洛菲他怎么敢？竟然说我被打成了猪头！靖宇，你快看，我们都被欺负成什么样了！
洛妃说的是事实，不是吗？可是珊珊，我不会做小三。行，那我就想办法先让霍少和林英分手。珊珊，不要随便招惹林英。我不招惹，我只是要让所有人知道，在霍少心里，你才是最重要的，林英什么也不是。今日，明天你必须听我的。霍时月的庇护一旦没了，那些人会像疯狗一样霸凌你的。二哥，你的手怎么也受伤了？正好李医生在这儿，茵茵为了保护我，手受了重伤，你先给她包扎吧。二少爷，您的手还没处理，这样会加重伤势的。二哥，你听医生的。李医生，先给我女朋友处理，她疼得厉害，怎么伤得这么重？遇到个醉汉拿酒瓶袭击我，茵茵替我挡了一下。她替你挡？李小姐，我怎么不相信你会保护小四呢？二哥，这是事实。茵茵真的很勇敢，如果不是她，现在受伤的就是我了。当时那醉汉冲过来，我来不及想就挡上去了。谁让我太爱哥哥了，身体都形成了条件反射，就是不许别人伤害你。哥哥，二爷眼神好凶，我害怕。二哥，你小四，你连女朋友都保护不了吗？二哥教训的是，我会保护好茵茵，不会再有下次了。你女朋友没衣服穿吗？浑身上下都穿你的，真难看。二哥，你别凶茵茵，是我让她穿的。哥哥，我感觉二爷心情不好，我在这儿只会碍他的眼，还是先回楼上吧。哥哥，你的裤子还想当众再掉一次吗？二哥，我先带茵茵回房了，你注意你的手，别再伤到了。二少爷，请您松开手，我为您包扎。滚下去！四少爷对出身平凡的李小姐都那么宠，万一我也能……二爷，您的手一直在流血，肯定很疼，我帮您上药。滚！对不起，二爷，对不起，我这就走，我这就走。宝宝，快走，报警！宝宝，你丢下我就跑，不担心我吗？我最怕疼了，留下来只会拖你后腿。你要是保护不好我，咱们都得玩完。好啦，别生气，下次让你先跑，行了吧？哥哥，我很庆幸保护了你，谁让我太爱哥哥了。李茵，李茵，你对他竟然……送一份晚餐上来。小少爷，我突然想起来，我们走得匆忙，那个醉酒男人还留在陆校花门外。会有人处理的。既然你那么喜欢陆校花，怎么不考虑给他换个住处？那里环境太不安全了。他不愿意，他习惯了独立自主，不愿走捷径，自然也就拒绝我的帮助。小少爷，你不是在顺带内涵我吧？怎么，你也觉得你的职业是走捷径？你果然是在内涵我。我确实爱钱，对钱来者不拒，这点确实比不上他。李茵，小少爷，我是为你受的伤，你就不要凶我了，好不好？不是吧，你又给我转了100万？不想要？想要想要。小少爷，你真是我的小财神。李小姐，让我来照顾您。四少爷，您先用餐，让我来吧。对啊，哥哥，让云姐帮我吧，别耽误你吃饭。张嘴。哥哥，我吃不下了。这就吃不下了？云姐，你先别走。那个，我想洗澡，但这只手不能沾水，你能不能帮帮我？算了，云姐，麻烦你陪我去浴室，帮我脱下衣服。不方便洗，就先不洗。不行，不洗一下睡觉不舒服。李小姐，您有四少爷就够了。四少爷，您帮李小姐脱下衣服，再带她去洗澡，应该没问题吧？四少爷，您帮李小姐脱下衣服，再带她去洗澡，应该没问题吧？只许帮忙，不许看到她身体。
也不许碰到她身体。李小姐，四少爷这是什么意思？没事，他就是害羞。四少爷，陆小姐打了120，救护车刚刚把那个昏死的人拉走了。知道了，先不用管了。哥哥，好几分钟没见，想我了吗？你怎么又穿我的衣服？四少爷，房里没准备李小姐的浴袍，只能先穿您的。下去吧。小少爷，你让云姐走了，我一只手怎么吹头发？自己想办法。你穿过多少男人的衣服？也没多少，就几个吧。李英，你是不是很爱穿男人的衣服？是不是任何男人的衣服你都愿意穿？小少爷，之前的白衬衫是你给我的，我以为你不介意。现在我听明白了，你是嫌我脏，介意我穿。行，我现在就脱了还给你。不许脱！痛痛痛！小少爷，你是故意的吧？穿也不行，脱也不行，你到底想要干嘛呀？你介意我的身份，觉得我不干净，不想让我碰你的衣服，我可以理解。你放心，以后没有你的允许，我不会再穿你的衣服。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是不是这个意思并不重要，我已经允许穿你衣服，确实是我不对。你知道就好。小少爷，你现在是金主，我哪儿做的不好你直接说，毕竟我不了解你，猜不透你的心思。坐好，我给你吹头发。不用了吧，我自己。你就一只手，怎么吹？小少爷，你是不是心情不好？是因为他吗？闭嘴！没什么事，就回你的房间去。不行，我现在回房，二爷会起疑的。小少爷，我为了保护你受伤，哪有男朋友不照顾重伤的女朋友，反而让他回房独处的？只此一次，下不为例。那小少爷，我睡哪边？我睡相很好的。地上。我睡地上？不然呢？你还想上床？没什么，睡地上对腰好，人家最爱睡地上了。小少爷，你什么时候过来的？吓我一跳，没想到小少爷还会这个。大惊小怪。安静点，别乱动。我没乱动，就是伸展一下腰腿。不准，只许睡觉，不许做别的。我怎么爬上床了？小少爷呢？醒了。我的手痛死了！李英，你挺能睡的。小少爷，我要说我睡着了，什么都不知道，你信吗？哼，信如何？不信又如何？那小少爷，你还要睡吗？二哥，你这么早是有什么事吗？小四，他手上有伤，不影响，不影响你。他这是……你什么也没听到。霍时月胡说八道，还有哥哥，二爷好可怕！你给我出来！二哥，你吓到婴儿了，别为难我女朋友。小四，二哥之前有了那女人的下落，你想不想看看我的女朋友长什么样子？霍萧疯了，他竟然要当着霍时月的面揭穿我！二哥，你终于找到他了，这是好事，恭喜！我也挺好奇，能让你念念不忘的前女友长什么样？他是故意的，他在恐吓我。哥哥，我不许你看别的女人照片。怎么，李小姐对我的女朋友很感兴趣？李音，你在做什么？哥哥，对不起，我担心你看了她之后，万一被她吸引，就不喜欢我。让二哥见笑了，茵茵对我的占有欲太强了。哥哥不喜欢吗？喜欢，我喜欢死了你这一点。四少爷，李小姐右手不方便，要不您进去帮她穿？客人手不方便，要你们这些佣人干什么吃的？
哥哥，我不要晕衣，我要你帮我穿，我一个人搞不定的。二哥见谅，他离不开我，我先进去帮他。多嘴。小少爷，你转过来一下，帮我扣下校服扣子。李英，你干什么？自己不会扣吗？小少爷，我背对着你呢，你别害羞了，快点！我一只手真的够不着后背的扣子吗？自己想办法，休想我帮你。小少爷，你不能走，二爷说不定就在外面，你要是不帮我，叫别人来帮我，他肯定立刻就起疑了。你知道的，我因为你受了伤，只有一只手能用，连扣子都扣不好。这个理由你都用了800遍了，我不是给你转过钱让你买便利贴扣子吗？便利贴扣子一扯就掉啊，不然我也不想麻烦你嘛。转过身去。小少爷，你是不是不会扣啊？闭嘴！小少爷，你扣的有点歪。歪就歪，就这样穿，快点把外套拉好。小少爷，你可以睁眼了，再帮我理下领子呗，有点卡着脖子。小少爷，你手抖成这样，以后真谈恋爱了，连校服扣子都扣不好怎么办？好的好的，我闭嘴。李英，你又想做什么？外面说不定有二爷的人呢，我是你女朋友，你难道要让我一个人走出去？当然要牵着我啊。头发怎么不扎起来？一只手不好扎啊，扎起来也歪歪扭扭的。发绳在哪里？不行，你扎歪了，好丑。歪就歪，谁敢说丑？走了。不许解开，就这样。可是我是你的金主，你就要听我的。好的，金主大人，都听你的。好久不见，哥哥。张嘴。哥哥好贴心，主动喂我吃饭。哥哥，我想吃那个，你给我加嘛。谢谢哥哥，最爱哥哥啦。小四，他又不是小孩子，吃饭还要你喂，让他自己吃。二哥，你知道的，茵茵为了保护我，手受了伤不方便，那就让佣人喂。茵茵是我女朋友，我理应照顾她。二哥，你无视就好了。哥哥真好，我真幸福。未来李小姐，抱歉二爷，我不想添加除了哥哥以外的男人，有什么事联系哥哥就好。二哥，茵茵就是这样，满心都是我，我也最喜欢她的专一。她专一。二哥，你心情不好吗？你不是说找到了失踪的女朋友？是啊，我找到了，可是她背着我谈了新的男朋友。二哥，茵茵和你的前女友不一样，你别迁怒她，而且只是前女友，再谈一个就是了。反正你对她也没多爱。我是不爱的，可是我也不会放过她。哥哥，我吃好了，我们赶紧走吧。二爷，感情讲究情愿二字，你既然不爱人家，人家也有了现任，何必强求呢？不巧，我这人偏爱强求。如若得不到，我宁愿亲手一点一点毁了。小四，你之前说，我若是看上你的东西，随时可以拿走，这句话还算数吗？当然算数，包括人吗？那就要看二哥看上了哪个人。有些人可以送给二哥，比如我手下做事的人，那是他们的荣幸。但有些人是挚爱，不能送。茵茵是我的心头挚爱，绝不在送人的范围之内。虽然这小少爷比我小1-2岁，但在这一刻竟然挺有安全感。果然抱紧他的大腿没错。心头真爱，小四，你们才一起多久就认准他了？二哥这样问，会让我误以为你在觊觎我的女朋友。这可不行啊，二哥，茵茵已经跟了我，就算将来有一天分手，也不能让她再去跟你，否则那也太不像话了。你说呢？的确，太不像话了。当然，我也只是开个玩笑，兄弟妻不可欺，相信二哥懂这个道理。那是李小姐现在是你的女朋友，二哥当然懂。他说现在是，那将来呢？这个疯子！我想也是，世上女人那么多，二哥怎么会看上茵茵？这种小笨蛋，也就只有我看得上。二哥，我们先走了。
少爷，你没事吧？快把这里收拾干净！二哥，人不是找到了吗？你又怎么了？我到你们院没找到他，怎么对他没兴趣了？不是，那是什么？是他拒绝复合，不肯继续跟我好。就为这个，你是非他不可？若是呢？那就关起来。关起来？关到只有你一个人知道的地方。这样，他不就只能跟你好？关起来。可是这样，就算得到了也没什么意思。我听说小四带了女朋友回家，大哥不在国内，你调查一下对方背景。不用调查，他和小四谈不久，就凭他的出身，配不上小四。可是小四带他回家，就是认可了他，只要他不伤害小四，身份不是问题。这件事我心里有数，你不要管了。我最近的实验很重要，你别再影响我。好奇怪啊，四少爷和李小姐难道不睡在一起吗？你说什么？说清楚，什么叫不睡在一起？回二少爷，就是收拾房间时发现地上有地铺，感觉四少爷和李小姐没有睡在一起。具体怎么回事？进来收拾的时候，看到地上打着地铺，大床上也只有一个人睡过的痕迹。难怪小四今天眼下有青紫，原来是没睡好。二少爷，这有什么奇怪的？也许是四少爷和李小姐的情绪呢。情绪？你怎么不觉得他们也许根本就不是情侣呢？四少爷对她百般疼爱，怎么可能不是情侣？二少爷，脏，这种活找我们就行。是假的，他们的关系是假的，李英根本不是小四的女朋友。小少爷，慢一点。你和我二哥从前有过接触吗？他在怀疑我，如果坦白，他会站在我这边，还是站在他二哥那边？当然没有，小少爷，我这样的身份哪里能接触到二爷呢？那昨天傍晚你去我二哥房间都做过什么？我什么也没做。那二哥呢？他对你有没有做过什么？也没有。那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怕他？二爷讨厌我，对我威逼利诱，我当然怕。说起来，小少爷真聪明，让我当陆校花的对照组，帮他铺路。不然以陆校花的性子，肯定受不了二爷那种阴阳怪气，却知道……别笑了，李英。你老实告诉我，他昨夜是不是欺负你？没有啊，小少爷，我是你的女朋友。二爷那样的人物，怎么可能欺负我？撒谎！小少爷跟二爷感情深，就算不信我，还不信二爷吗？您觉得二爷明知道我是你女朋友，能怎么欺负我？怎么了，小少爷？是我脸上有什么脏东西？还是说我头发上有东西了，看着奇怪？李英，你确实漂亮，要是重回夜色，肯定不会缺客人。谢谢小少爷夸奖。不过我知道这里面不包括小少爷，毕竟您心里只有陆校花。你觉得我二哥如何？二爷嘛，自然是人中龙凤，不然也不会谈过那么多女朋友。应该是女人喜欢的类型吧。我是问你，你对他什么感觉？他是你喜欢的类型吗？不，他绝对
对不是，我对二爷毫无感觉，我只是把他当成您的兄长看待。小少爷，你不会又怀疑我和二爷有什么吧？我真的没有。我知道你们没有，这一次是他的个人问题。我以前说二哥眼光高，心系前女友，或许是错的。我那二哥现在婚所不继，比我想象的要更加不堪。二爷说过，他跟那些前女友没发生过关系。他说你就信？男人的话跟狗叫没什么两样，什么都说得出。反应这么大干嘛？我说的是实话，你没听过男人的哄骗？有，确实有过。那你呢，小少爷？你说的话，我能不能信？我是你的金主，凡是我的话你必须信。给钱的金主最大。那小少爷，你跟我说这么多，到底是为什么？李英，别装糊涂，你心里清楚，我二哥很可能看上你。名义上你是我的女朋友，实际上我们只是一场交易。如今二哥看上了，如果你对他也有意，我不介意做个顺水人情，将你送去他身边。我不，别急着拒绝。我二哥对女人虽有偏见，但出手极大方，分手费都是天价，错过这次恐怕很难再有。你要不要考虑考虑？不需要考虑。小少爷，你千万别把我送去二爷那儿。你刚才才说我是心头之爱，现在送人二哥肯定觉得我无情无义，而且二爷玩的那么花。你要是担心二哥误解，我可以跟他坦白，说我们的关系是假的。不，小少爷，我不喜欢他那种男人，我怕他，我讨厌他，排斥他，厌恶他，我只想离他远点。你还没追上陆校花呢，我得留下来当对照啊！求你了，小少爷，我只想跟着你做事，别把我送人。这么一听，你还算聪明。那小少爷是答应了，哪怕二哥看上我，你也会护着我，对吗？你不想去，那就不送了。以后在二哥面前穿保守点。二哥曾为一个女孩差点丢了半条命，所以他对女人从不相信，也从不停留。那个失踪半年的前女友也没能留住他。就是这种被伤过就报复所有人的烂人，就该孤独终老。我这是替小少爷打抱不平，他连弟弟的女朋友都觊觎，幸好是我，万一是陆小花可怎么办？二哥在感情上确实不是很爱上二哥那种人只会受伤，所以你最好离他远点。那要是爱上你呢，小少爷？逗你的，我才不会爱上心有所属的人，你放1万个心吧。难得，你这种人还挺有底线。那个爆火的帖子你们看没？说太子爷为了李小姐不给陆校花面子。月哥昨晚可是去救陆校花了，这帖子一看就是假的，那就要看有些人的面具什么时候愿意摘下来了。哟，这不是许珊珊吗？怎么戴口罩了？是不是脸肿的没法见人了？骆同学，珊珊已经得到教训了，李小姐也道歉了，何必咄咄逼人？她是自找的。可是李小姐差点害了珊珊，那是正当防卫。小少爷，你快看外面，好多人啊！今天还不是因为你。洛肥这姑娘针对陆校花，竟然不是为了霍时月。小少爷，先帮我拧一下水，我有点紧张。麻烦，不拧。小少爷，你知道的，我是因为你受的伤，只有一只手。李音，你这个借口到底要用多少次？可
可我一只手就是拧不开嘛。拧不开就不喝。李小姐，你的手怎么受伤了？我帮你拧水吧。好呀，谢谢你。你和他认识吗？你就这么个……往后退，离我女朋友远点。哥哥，陆同学也是一片好心，你别这么凶。像你一样，见谁都笑，被人卖了都不知道。哇，太霸道了！这占有欲我又磕到了。霍少，你既然有女朋友了，那我是不是可以追求陆小花了？霍少不说话，我就当你是默认了。哎呀，哥哥，我刚才没拿稳，水洒了，纱布弄脏了。小少爷，冷静点，相信我，陆小花100%不可能答应他。霍少，你要是没意见，我这就告白了。这位同学，你告白就告白，为什么要我男朋友同意？还不是因为霍少以前太霸道，谁告白他都不高兴。万一他事后动点手脚，让我倾家荡产怎么办？你放心，哥哥不可能让你倾家荡产，因为他现在已经有我了。哥哥，我说的对吗？他告不告白陆靖宇，你根本不关心，对吧？霍少，你真的不在乎了吗？以前靖宇收谁的情书，你都会不高兴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他一旦接受了别人，你就彻底没机会了，到时候你后悔都来不及。陆同学是我什么？他答不答应别人的告白和我有什么关系？我为什么要后悔？随便你告我，不需要过问。我女朋友在这里，你是瞎了吗？徐珊珊，霍少的回答你听清楚了吗？听清楚了，就请你离李小姐远一点。怎么会这样？霍时月，你变心怎么可以变得这么彻底？你明明那么爱靖宇，你有病吧？陆靖宇要是喜欢霍少，早答应了，还会拒绝99次。既然他不喜欢，你非要把他们绑在一起干嘛？再说了，霍少现在有李小姐了，李小姐样样不输陆校花，霍少傻呀，放着李小姐不要，非去贴陆校花的冷屁股。李毅，我不是故意的，哥哥不会怪我吧？都是因为他。霍少，你怎么看得上这种？你想说什么？你想骂谁？霍少，是珊珊冒犯了李小姐，我替她向李小姐道歉。让她自己道歉。靖宇，我又没说错，凭什么道歉？道歉，是你先冒犯了霍少的女朋友，理应道歉。对不起，李小姐。我操，霍少真的死心了，99次告白终于是个头了。许珊珊这下踢到铁板了。李浩，你说月哥这是演戏，还是真变心了？肯定是演戏，他在刺激陆校花。倒是那个黎音，一看就不太纯粹，是吗？我看恰恰相反，心思不纯粹的恐怕不是李小姐。哥哥，被你保护的感觉真好。这位同学，你不是要告白吗？快告白啊！我也挺好奇，陆校花会不会答应呢？李小姐，我答不答应告白是我的私事，也许有个男朋友确实很好。你手上的情书是写给我的吗？是给你的。陆同学，我喜欢你很久了，之前因为霍少追求你我不敢，现在他有女朋友了，你可以考虑我一下吗？糟糕，只要靖宇稍微一出手，太子爷还不是方寸大乱？你们都给我等着！李小姐，你别发呆啊，快追上去拦下霍少啊！99次告白都没成，这时候他要是冲动告白，成功率确实高，但总觉得缺了点火候。莫哥，我说什么来着？月哥被陆校花吃死死的，肯定沉不住气。第100次告白要来了吧？就是不知道待会儿月哥怎么解释李小姐的身份，总不能让陆校花背小三的名声。别急，再看看。什么情况？
霍少就这么走了？女朋友还在后面站着，他要是去抢人，那可就奇怪了。李英，在这发什么呆？还不快点过来！啊，叫我吗？不然呢？除了你还有谁？想拿情书刺激小少爷，可惜他今天不想配合。虽然不知道你为什么总拒绝他，但既然拿了日薪50万，我得教教你什么叫失去。哥哥，我们走吧。霍少居然真带女朋友走了，我磕的这对 CP 居然毕业的这么快。陆小花，霍少已经有了女朋友，肯定不会再纠缠你了。我这情书你能接吗？咱们交往试试。谢谢你的喜欢，但抱歉，我现在学业为重，没有谈恋爱的心思。那如果有一天你想谈了，能先考虑我吗？请不要在我身上浪费时间，祝你早日找到心仪的女孩。真假？太子爷在的时候欲拒还迎去接情书，人走了，这拒绝的不是挺利索吗？霍十月99次都是你主动，这次我倒要看看你能演到什么时候。